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诺曼减法教室。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男士减法。今天的部分啊，分享就是一款适合在水中深潜的发型，就是一个男士短发。因为他这个模特他自己本身有在做潜水，然后他说在海里面的时候，头发就是这样飘起来，然后出来水面的一瞬间就是整个这样粘着。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帮他做的就是一个短发的设计。那我今天会做比较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同学问说，如果没有电剪，单纯只有剪刀的话，怎么把两边做一个修剪？那我今天示范的就是不用电剪的一个发型。那我们准备开始，在教学开始之前，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话，可以先订阅这个频道。那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Let's go。今天用的示范就是手推剪的示范。那我们先把多余的长度先夹起来，大家有看到这一区，就是他头发的样子，对不对？那手推剪呢，有需要两个工具，一个就是一把剪刀，然后一个梳子。那手推剪的话，我们就从最下面第一层梳上来，直接做一个平剪的一个概念，然后旁边也是一样，梳平，然后直接做修剪，都从第一层开始剪就好了。然后在剪的时候，梳子这里啊是贴在头皮上，然后慢慢的往上。一层这样一层慢慢上来，那这个时候也可以比较好去掌握你要推的一个高度。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手推的一个概念。那手推跟电推的差别就在于，电推起来的头发的硬线感会比较明显，它会比较利落一点。那手推的一个效果啊，它会稍微柔和一些，但是它的保留的长度也会比较长一点。然后手推跟电推的差别就在于，手推你会需要蛮精准的一个实操练习，就等于说，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剪发经验的话，你可以用手推去做一个练习，因为它蛮需要去动剪刀的。所以我们团队里面很多助理在做男士剪发的一个练习的时候，手推是一门很基础的课程，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剪完所有的长度。那你会发现跟刚刚长度比起来，它就会有一点落差了。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些细节的调整。细节调整就是我们在分区域上就会再少一点点的慢慢修上去。然后你在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做那个动作是先做去掉长度。那现在这个动作呢，就是做一个轮廓的修饰。轮廓修饰就是说，我们在剪的时候，剪刀没有停止哦，剪刀是没有停止的，就是像这样一直动，然后手慢慢的往上，慢慢的往上提拉，这样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渐层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像这样，慢慢的往上提拉。那它就不会有一个断层的效果，所以取决于你的大拇指动得够不够快，然后我们在剪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往上，这样的效果。然后到两侧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梳子把多余的头发先拉出来，修剪掉。修剪完之后，一样做一个侧部手推的一个效果。好，那这样这一边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来剪另外一边。好，那我们一样先从最下面这里，慢慢的往上梳起来的时候，然后继续去做一个修剪的动作。然后再来到中间这里，这样修起来头发就会非常的柔和。然后再来就是说，它也不会有一个断层的一个感觉，就取决于我们在梳的这个过程，慢慢的往上，然后剪刀就是去做开合的动作，去把多余的头发修掉，这样效果就会非常的好了。只是这个时间下来啊，你的手臂跟大拇指是被训练到最多的地方，因为它会蛮酸的。对，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把它摆在一个基础减法的男士必练课程里面？它后面推完感觉就是像这样，
它其实这种效果是不会输电剪推剪的那种感觉。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分享这个技巧给大家。然后现在剪的就是两侧的长度。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要先把耳朵往下压，然后把头发先勾勒出来，然后去做修剪。然后注意不要剪到耳朵这里。然后慢慢的由下往上梳上来，然后由下往上梳上来，然后慢慢的往上，然后往上。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耳朵这边的轮廓稍微做修饰。手推剪你会发现它剪完啊，不会像直接推的那一种效果那么的短，那么的硬。然后侧面这边我们就一样稍微拉起来，让它有点层次的一个落差。然后再来往前做修剪。手推剪的一个技巧运用啊，主要就是在我们拿梳子的这一只手，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梳的动作。好，那这样这一边就已经完成了，可以看一下这样的长度。那我们现在剪另外一边，好，耳朵往下压，然后手提拉起来，然后这样去做修剪，这样的效果就是手推剪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多余的头发直接修掉就好了。好，然后耳朵这边一样，稍微拉起来。剪耳朵这边耳朵一定要保护好哦，记得，因为这边其实是蛮重要的。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先做一个 V 型的一个剪裁 ，V 型的梳法，就是先往这边梳上来，把多余的头发我们先修饰掉。好，然后再来换另外一边。多余头发修饰掉，都完成了之后，你会看到多余的下摆比较长的地方剪完，那这样两侧的方式就修完了，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感觉，变得是比较好的。整个的两侧的长度跟另外一边的长度，这样就完成的差不多了。等一下我们再用细小的剃刀把两侧的鬓角啊多余的杂毛修掉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就来修后脑勺的部分。跟上面的长度，我们如果要修剪长度，或者是我们修剪轮廓，我都会建议大家先把头发喷湿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如果要干剪的时候，就做最后的雕塑。比如说我最后在雕这个发型，我才会选择的是干剪。不然一般来讲啊，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喷湿，你会比较好看到你要剪那个基准线的位置。好，什么叫基准线呢？就是我们现在头发喷湿了嘛，来看一下哦，我们只要梳下来。你就可以很好看到头发的一个长度，发尾这样长度的效果，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分区，把一些比较厚的地方夹起来。好，夹起来之后，我们因为刚刚手推剪的位置在这里，那我们现在把它的头发长度拉出来。喷湿的好处就在这里，你可以很明确看到，因为湿的头发它会一束一束在一起，它不会散开。这就是我们刚刚手推剪的短发的地方。然后这边是长的，那我们只要把它做修除，连接上来，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下一片，一样，你就很好。喷湿的关系是，你可以很好的看到你的引导线在哪里。什么叫引导线？就是我一开始设定的长度在哪边，那会不会剪错，或者是留太长或剪太短，它就可以避免很多大家的一个常犯的一些小错误。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剪头发很难剪的，是剪完是觉得跟我有一点差别的，那你可以稍微把头发喷湿，你就会比较好去看到这个引导线的一个效果。
这样你剪完就不会有一个长短不一的感觉咯。放下来之后呢，我们抓一点90度角的位置，就是往外提拉90度角，你会发现刚刚剪的短发跟上面这边，啊直接把它修掉，然后再来往一样拉起来，多余的地方修掉，多余的地方修掉。多余的长度都修剪掉 ，OK。好，然后包含这侧面，侧面的话，我们直接裁一个水平层次裁剪。侧面这边，先把后面的连接型的轮廓都先修出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剪上面这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拉下来，直接跟后面先做连接。我们这个时候就在做一个长度去除的动作。好，后脑勺跟两侧有一点连接之后，我们再来剪刘海的地方。刘海就是这个造型的重点了。好，我刚刚说过要帮这个发型剪有一个短发的感觉，所以我们先选择就是刘海的长度。刘海长度就在这边，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往前拉的时候啊，你就直接拉着，然后放下来的时候，你先选择它的长度。通常我会建议的长度就是发际线跟眉毛的中间一半的位置下第一刀，然后你从两侧做连接，就是我们刚刚剪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从两侧做连接过来，连接到刘海的位置，然后另外一边这里连接过来，跟我们刚刚剪的一个侧边线的一个位置。好，往前看，你会发现它起来就是一个平的一个层次。但是呢，它刘海会有一点简单的蓬度了，然后这个时候上面放下来，这个时候就是重点了。如果你剪完不想变一个呆瓜头、呆头的话，你要记住现在以下这些步骤。第一个，我们站到它的侧面，我们第一层你应该很明显看到这有长有短的。好，那我们从它中间这里拉第一条分线出来，有没有看到它第一层？比较短的到比较长的，那我们直接做一个点剪的动作，然后慢慢的往上提拉，再拉上来，你会看到又变比较长，再做一个点剪，然后再来继续往上90度这样往上，它又变比较长了，再做点剪，拉到正后方这边，你会发现，剩下一些比较长的地方，我们就把它修掉。好，这样第一区就修剪完了，我们再往左右两边继续修剪过去。我往旁边这里一样拉上来，你会发现到这边比较长的修剪，然后一样粗的这一片继续往上，把长的都修剪掉，然后再拉上来继续修剪，拉到后脑勺的地方，把多余的地方修掉。好，那再来就剩这一层这一区的位置，拉上来。多余的地方修剪掉，然后再来第二区做剪发，好，再来第三区一样修剪掉。好，这样中间跟上面的长度就好了。你会发现现在剩两边比较容易蓬，对不对？好，两边比较容易蓬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先做第一个步骤，就是侧面这里直接拉往外拉起来，你会发现这边有比较短的，有比较长的，我们直接把长的地方修掉，就是把它多余的层次修剪掉。这里比较长的地方，直接修剪掉。好，修剪完之后，再做一个简单的连接，手推的一个简单连接，表示它都是接顺的。然后再来这边也是一样，做个连接。看这边它就可以顺下来了，那这边还是有一点蓬的感觉，对不对？就是这边还没有做层次连接，但是这边就比较顺了，就不会那么容易乱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来剪另外一边，把它往外，这里往外做提拉，你会发现一个多出来的一个角，把它修掉。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拉出来多出来一个角，把它修掉。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定？是因为它之前有烫过，所以烫过蓬度现在刚好会在这个发尾尾段，它会有一点简单的蓬感。那这样的话，你只要再去制造一些层次啊，
它就会感觉是很像抓过的头发一样，就可以再维持这个造型的变化。好，那这个造型基本上完成度就已经有80% 了。那我们现在做最后就是一些细节的调整，包含出一些厚度的调整，这样整个造型就可以完成了。那厚度该怎么调整呢？像我现在在做的，我现在做的就是发尾的点剪，去调整它头发厚度的一个部分。点剪就是这样1下、2下、3下、4下，然后深入进去头发的一个位置，头发梳顺梳直，剪刀垂直的这样去做一个深点剪的一个动作。那小心不要剪到自己的手，这个动作呢，其实是设计师们蛮常剪到手的位置，所以请测量好自己剪刀的一个长度跟深度哦。然后我们等一下稍微整理一下给大家看。那我们先整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造型就完成了，可以看一下侧面，它的长度啊，不像我们用电推的那么短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是比较顺一点的效果。那如果你的头发是一个不容易蓬的，那你就可以剪这样的造型。那我们另外一边，然后一样，但是它起来的利落感也是很好的哦，不会说太长或太短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这个蛮适合一个就是在中生代的一个男生的造型，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或者是你是一个想要抓一个清爽一点的发型的话，这样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造型感。那这种造型的刘海，它下水也不会说头发乱飘或太乱，它只要拨一拨头发就比较容易蓬起来了。那我们看一下后脑勺的效果，后面的感觉就是像这样一个自然的蓬度的修饰，去修饰它整个头型的一个纹理，然后再来就是它侧面从后脑勺去看它这样整个的效果。这样的话，它只要稍微拨一点发蜡，就算你没有看到后面，可以很好的抓出一个头型。就到这边，如果你对这造型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在这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男生或女生的发型，这边留言，或者是到我 IG 上留言给我。那如果你有其他留言的话，我都会一一的回复给你们，欢迎你们在这边留言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影片见了，拜拜。哪有在收尾的时候模特是背对人家的？我都这样啊。是吗？对啊。